寻觅千年的药材，见证本草无疆，很像那个蒜发酵了以后的那个味道。我们唐代的官修本草就把它记录在当年的国家的药典里，异曲同工的手法，承载疗愈之力。我汗都下来了。然后气有 energy 气。没有阿维森纳，世界的传统医学很多的宝贵的东西啊就失传了。四海中医在伊朗回望医学与丝路交织的传奇。Hello。就在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冲突的2周之前，我们飞越了天山和沙漠，来到了波斯大地。几天之后，我们幸运地全身而退，却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旅程。和我同行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赵忠镇教授，也正是他带着一个40多年的执念，引导我们一头钻进了当地人都很少踏足的戈壁深处。四海中医疗愈之道，各位好，我是万俊，在我身旁是赵忠镇教授，赵老师好。哎，万老师好。我们又出发了，此行我们来到的是伊朗塔巴斯地区。哎呀，现在是当地时间早上6点半了哈。为什么这么早要出发？据说塔巴斯地区平常到中午的时候，室外的温度已经到了60到70摄氏度。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拍摄能够顺利的完成，所以我们赶了个大早啊，赶早不宜赶晚。塔巴斯地区很有意思，据说这里被波斯学者们称之为是地质博物馆的天堂，还有矿产的天堂。但此行我们的重要的目标不是矿产。赵老师，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哎，这个万老师啊，平常我们讲药苦不过黄连，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哪个药最臭呢？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要去探寻一个臭名远扬的千年良药。所以此行我们是寻臭之路哈，很期待有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即将发生。走吧，马上出发，期待。哎，到了，应该就是这儿，应该是这儿了。哎，应该就是这儿。好嘞。哦，那个好像就是啊。看来是真找着了，这赵老师迫不及待就先过去了。但我怎么看感觉不对呀？一片荒荒的，毛都黄了，不会都死了吧？哎，万老师快，就是这个，真的。哎，没错，就是它了。哇，哎，你看，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阿魏。你闻一闻啊，就是这个东西。哦，就是它，不臭啊？没错，就是它，就是它。啊，这就是正儿八经的阿魏了吗？对，这就是正宗的阿魏。您怎么确认？我怎么看？关键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一片全是荒的黄叶子，这都死了吗？哎，这个说起了这个哈，它是什么呢？阿魏这种植物啊，特别顽强，它是多年生的，虽然是草。这个春风吹又生，那个一岁一枯荣啊，所以刚才您看到的这个黄的叶子啊，这是去年的叶子，今年新生的这个叶子啊，它是绿的，就是绿的，哎，绿的。47年前，第一次到标本室看的中药就是这个阿魏，阿魏那个特有的味道啊，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这个40-50年，我学习中药、研究中药，基本上我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哈，哎，但是呢，这个阿魏一直没有寻到它的根。这是什么根？这是阿魏的根。阿魏的根，咱们上边看到的是它的苗，这个地方呢已经露出来了。这位老药农啊，老大爷，他是把它开始挖，你看很有讲究。这为什么要挖这个根？这个根有什么用啊？哎，就一会儿把那个阿魏的那个浆液就从这个根里边就流出来了。对，这个就是阿魏的根。哎，你闻一闻，有味道没有？有味道。这次味道就很重了。这是正宗的阿魏，这是正宗的阿魏，很像那个蒜发酵了以后的那个味道。有点冲，
但是他说的这个臭，其实和臭的感觉不一样。它，我以为它是那种像所谓的臭，但它是我觉得应该叫冲哈。冲，哎，它是非常它是窜。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是夏天。虽然有点不雅，这个比方，运动完之后你呕完了的那个汗衫的那个味道，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觉得有点那个味道发酸。那所以这个割完了，这个阿魏的根是不是就已经死掉了，不能再用了呢？不是的，它是多年生的根，就是像那个彩橡胶似的，它割完了以后啊，枝叶出来，在上面凝固。然后呢，把它采集下来，因为它是多年生，以后还可以继续割。我明白了，所以您这么说，真正阿魏用药是这个根儿割出来，从它体内提炼出来的这个分泌的汁液，才是真正阿魏用药的重中之重。所以它难得啊。过去我们讲呢，黄金无假，阿魏无真。这40年啊，别人是寻香之旅，我是寻臭之旅。虽然呢，它是臭名远扬，但是它是一个1000年的良药。赵老师，您这闭目养神打坐呢？这是啥？怎么在这儿坐着啊？我陪您，我也坐下来。我是在感受这个1000年良药的气息。1000年良药，这是什么呀？哎，这个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阿魏的原植物啊，这个是它的果实啊，上边还有残存的花儿。这是真的呀？我以为这个是真的，摆在这呢啊，而且它是野生的啊，这个是野生的。天哪，那这个就厉害了，这不会已经枯萎了吧？这个颜色，它表面上枯萎，但是呢那个根儿还活着。我们唐代的《官修本草》就把它记录在当年的国家的药典里。而且呢，它是产自波斯，这个和您当时在书本上看到的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吗？哎，可以说是不一样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边讲，这个树啊可以长得很高大，像一棵树似的，把它收入到木部，以为它是一棵大树哦，所以以为是木本植物，但其实我们今天到这儿来看才知道，它应该是草本植物。可以说是破解了在中医药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也解开了我自己将近50年的心中的谜团。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呢？主要呢可以去除胃肠道的疾病，阿魏还有呢调节，特别是疫情以后身心疾病比较多，抑郁症啊，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啊，可以说现在对阿魏的研究呢是方兴未艾。阿魏独特的气味和功效不仅让人印象深刻，仿佛也唤醒了古老的记忆。2000多年前，张骞2次出使西域，一条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随之形成。他东起长安，往西穿过了中亚平原和波斯高原，直抵地中海沿岸，全程7000多公里。不仅汇聚了驼队和集市，也承载着医药与智慧的碰撞。正是循着丝路驼铃，阿魏进入到了中医血脉，而更因为其浓烈的气息，也引发了一场持续1000年的探索。所以我们这一趟被阿魏硬控的旅程也并未结束。来都来了，光闻一闻可能不太够。Salam， بعد چی انگوزه از گل انگوزه ترشی درست میکنن. 阿魏花做的，这个是花，这个上面是它的这个我们用勺子看一看，这是它那个花絮。花骨朵是吗？还是花苞？还是花蕊啊？这是含苞待放的，这是它那个伞形科的伞形花絮，还没有完全开。这个就是酸菜了，实际上酸菜，伊朗当地酸菜。哎，这闻上去很上头的一股，就是这个很浓郁。大家就想想我们平常腌的那个酸菜，更重、更浓郁的那个酸菜的味道，至少要再加倍。第一口下去是酸酸的。我再来一口啊！哇，真酸！你吃了那个花儿，我吃下边的那个花茎叶柄，我也尝一尝啊！
赵老师也没忍住，邵老师时差也倒过来了，比那个酸黄瓜要酸多了吧？那叫什么？怎一个酸字了得呀！ اینم برگ خشکه. برگ خشکشه که سبزی میکنیم نون درست میکنیم با این. 您闻闻这个味道熟不熟悉？哎，其实这有一点青草的味，对还有一点那个小茴香的味。粉的香味儿一点都没有那个这个没有阿味的那个味儿了，对吧？没有阿味的感觉。所以你说刚才说拿它去做馕啊，就是做大火烧啊，我觉得是这个应该可以。这应该不错。一会儿你做完了我尝尝。好。得到了赵老师指派的任务，我跟着侯赛因的母亲做起了当地特色的馕饼。独特的揉面手法，带着凹槽的擀面杖，还有快速揉成圆饼的技巧，这都让我是既熟悉又新奇。有点粘。OK， 好。加上这个阿魏草的这个馕，它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才吃？是有什么样的功效？比方说是闹肚子了，还是说日常的这个饮食就会是这样？ هرچه انگل باشه مریضی باشه از وجود درون برد بیرون سرماخوردگی بدن دردی سرفه زیاد هر مریضی داشته باشی طعم خوب درده 来，赵老师，刚烤出来真的很棒，还很香啊，就跟那个北京那个火烧似的，刚出锅的哈。它是发面的，所以很喧乎，还有那种有那个弹牙的感觉，很有嚼头。您说起这小麦，原来就是从西亚这边传到咱们中原去的哦，这边是正宗的。Hello。品尝完美食，热情的侯赛因又带着我们去了他的地里，见识了一番更年长的阿魏。而同时，眼尖的赵老师也发现了其他的大宝贝。就我们平常在坚果店里买的那个开心果，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你看啊，但是这个我和我们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呀。这个这样拿出来，其实还没熟，但是熟了以后，哎，我这个，因为这儿比较多，就比较这个像小杏儿一样，把这个呀，我还摁不开的。那我帮您，您来，您掰下来了事儿，我就别帮您了。哦，这个就像核桃一样，你把它，哦，这你看有汁水的，哎，这个很涩的，放到嘴里很涩，甜甜。不过您可是尝过阿魏，尝什么都是甜的，还行，就是酸柠檬的那个感觉，有一点点涩口的感觉。它熟了以后呢，它自动开口笑。哦，开口笑。所以我们平常看的那个开心果外面那个淡黄色的壳，其实应该就是这个。它开完口之后，我们吃的是它里头的那个仁儿。对，这个开心果是李时珍时代，明代500年前，李时珍把它收录到《本草纲目》。开心果呢有什么功效呢？哎，第一个呢，它是果仁类的东西，一般呢都可以润肠通便。近年来研究的抗氧化的作用比较好。什么抗氧化？讲通俗一点啊，就是延缓衰老。衰老，明白了。开心果是100%的伊朗的原产，那么石榴呢是西亚这边都产的，但是现在呢，以伊朗从产量说是名列前茅，质量上呢也是数1数2的。其实这个石榴是一个什么呢？止泻痢的一个好药，而且还可以做染料。说到这儿呢，其实我再看我脚底下啊，扎我的这就是荒漠地区的这个骆驼刺，在旁边的那个就是草红花。可以说呀，地方是遍地是草，遍地又都是药。跟着赵老师，真是有药更有料。整个伊朗据说已经记录了2000多种药用植物，其中有不少原生品种早就通过丝绸之路进入到了中国人的视野中，而乳香、没药、藏红花等等西域的珍贵药材，也正经由丝绸之路成为了中医方剂里不可或缺的良药。于是我们的下一站便是200多公里之外的伊朗东部边陲重镇比尔詹德，这里紧邻阿富汗，曾是通往中亚的传统门户，也更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驿站。各位，现在我和赵老师是来到了比尔詹德当地的一个大巴扎哈。现在来的这个时间很有意思，他们这个广播里正在播放的这个他们即将祈祷的这个仪式，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背景的声音是非常有伊朗当地特色的哈。如果说咱们四海中医此行是中国传统医药和波斯传统医药的一个纽带，那我觉得到了大巴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传统文化的一个融合点啊。其实说起大巴扎啊，它就是一个农贸市场。你看啊，我已经闻到药香了。你看这个黑柠檬。这个是玫瑰花，这个我还认识啊。这个是波斯枣，这边核桃、西瓜籽儿。哦，那万老师，你看里边东西更多，咱们进去看。走吧，走吧，进去看看。进去看啊。好。红豆，
啊，芸豆，芸豆啊，这个芸豆，这个中东特产啦，鹰嘴豆是吗？绿豆、绿豆、红豆，这个就熟悉了。这这就是《海药本草》里边说的墨石子啊，这个是止泻痢的。这冰糖吗？这个说对一半，颜色是冰糖，这个是什么？明矾，丁香是吗？丁香，过去历史上的口香糖，含在嘴里专门治口臭的。印度那个草药里边的，药王。也是我们藏药之王，合子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欧折碱和我们中国用的那个车前子啊，他们是兄弟。这个是来自非洲的草果，这个说对了一半。这个是肉豆蔻、八角、桂皮和香叶嘛。对对对，那我看到桂皮在那儿呢，桂皮那儿就有啊。这个是来自中国的，这个藏红花吗？又说对了一半，又说对了一半。我跟你，这个是草红花，草红花啊，但也是来自西亚那边的啊。这个也是功效呢是活血化瘀，都是。所以这应该可以看成是藏红花或者番红花的平替版。这个药呢大名鼎鼎，番泻叶，这就是治便秘的呗。这边治便秘的。现在减肥茶里大概很多有这个，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明白了啊，我发现了，赵老师，您这么一番介绍，我突然觉得伊朗在丝绸之路上的这个位置有多重要了。它不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也不是起点，但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港口、中会馆。您看我们这儿看到的草药，有的是从东方运到这里来，也有从西方运到这里来，南来北往，在这里有一个交汇啊，这可能是伊朗最神奇的地方了。虽然现在的伊朗在中国中药材进出口贸易当中占比不大，但因为它本身药用资源丰富，又有波斯传统医学的背景，所以在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当中，属于潜力和特色兼具的互补市场。而当我们从香气四溢的市集回到了首都德黑兰时，神秘的当地传统医学诊所顿时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来了，要上水质了。我天生对这种光不溜丢的这种小虫就有一种恐惧感啊，所以你看一看哈，这个水蛭应该说它在贴到病人的皮肤上，前面就像一个吸盘似的，那个吸盘它通过汗毛孔，它就紧紧地吸附到上边。啊，它真的咬上去了。已经咬上去了，咬上去了就掉。ببین براشون توضیح بدین که ما اینو اینجا گذاشتیم که زالو خودش نره اینور اونور، فقط جایی که ما میخوایم رو بگیره. این با این الان اینجا گرفته زالو. شروع کرده به مکیدن، نیش زده و شروع کرده به 把那个淤血给吸出来。你会觉得疼吗？ احساس سوزن خیلی کوچولو، هیچ دردی هم نداره. 而谈到这个水蛭呢，在中国传统的，它是一种活血化瘀的这么一种药。这个可以内服复方里用，也可以外敷。提到这个传统的波斯医学里边啊，它一个呢有一种是放血疗法，还有一种呢这个民间疗法呀，就是用这个水蛭吸除这个淤血。所以放血，平常我们说放血疗法就是那个扎针放血的那种疗法。放针啊，因为那个水蛭啊，它有一种麻醉的功能，还有体内呢有那种抗凝血素。所以水蛭当你被它咬了以后呢，不会有任何的感觉。请教一下您，这个水蛭疗法今天做的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这位病人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ایشون سندرم تخمدان پر از کیست داره و صورتش جوش میزنه و یه مقدارم موی زائد توی ناحیه زیر چونش داره. 祛斑祛痘都可以用水蛭啊，这可以啊。难怪这自古波斯多美人啊，为了美掉点血没毛病，但我就算了。所以在被吸血和被扎针之间，我果断地选择了后者。我们接下来这个疗法会疼吗？ نفهمیدم چی گفتی. 他笑了。完蛋了。OK。 میترسه از اینکه بهش سوزن بزنم. نه این اصلا در واقع مداخله ای نیست که شما رو بترسونه. درسته که اسمش سوزنه، اما سوزن‌ها بسیار ریزه و اتفاقا بعدش احساس آرامش و حال خوبی بهتون دست میده. 而且他擦的是我的脸，所以是要扎我的脸，是这个意思吗？
آره برای اینجا یه اسکار پوستی دارن که میخوام برای این بزنم. یه سری خطوط پوستی اینجا دارن که میخوام کمک بکنیم که صورتشون روشن‌تر بشه، چین و چروکاشون کمتر بشه، یه مقدار اینجا هم لیفت پیدا کنه. 我是靠脸吃饭的。 خب چشماتون رو ببندین. درد داشت؟ 我汗都下来了，哇塞！ چطوره؟ 下面2根好像没那么疼，但是上面2根好像有一点点疼。所以我今天要扎多少根呢？ الان فعلا 10 تا گذاشتیم، یه 10 تا دیگه هم میزنیم براتون که دیگه اثراتش براش خیلی فوق‌العاده تر بشه. 你知道我想哭不敢哭，想笑不敢，不就笑。 ولی خب شما به تعداد فکر نکنید، به اثر خوب بعدش فکر کنید. 我已经冒汗了，这扎完了吗？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کم ایر کاندیشنر قطع شده اینجوری. 我美吗？ بله. 现在我每说一句话，我觉得我的脸上就像有无数个孔在蠕动，在疼。但是吧，你说它疼也疼的不是疼的很厉害，我流血了吗？但是我跟你说，扎完了，我现在觉得挺通透的。我在冒汗，我脸上还有针吗？没有了。但是我觉得通透的，是舒服的。 و اون چی یا انرژی چی انرژی气啊，mean energy。 انرژی اومده به سمت بالا. خب این تکنیک درسته که از طب چینی اومده، اما توی طب ایرانی هم بهش ابن سینا توی قانونش اشاره کرده. 这一位年轻的针灸师，据说曾经师从一位在中国留过学的伊朗中医师，同时在伊朗要拿到传统医学的行医执照是非常困难的，而伊朗全国目前都不超过500个，而且他们全都是医学精英。此时的赵老师呢，也没闲着，他正在诊所的药房里开心地寻宝。 在这里边，然后有大黄、有马齿苋、有柯子啊，非常常见常用药，基本有3种类型。一种呢，就是把它做成粉末粉碎了，啊，还有一种是精油，再有一种呢是提取剂。但是这种精油呢，说起来呀，可能让您震惊，是什么精油呢？它的原植物啊叫罂粟，这个东西呢，我们在宋代 已经用于中药了，但是呢，它容易造成成瘾性，所以古书上讲啊，就是重病忌止，有效以后就别再用了。而我觉得今天看着这个挺好，用罂粟的种子来提取以后，提取这个精油，用于一个疗效还是一样的啊，止嗽止咳啊，可以治疗泻痢。 所以我觉得呢，在中国的传统医学和波斯的传统医学呀，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参考借鉴的。我们伊朗之行的最后一站来到了一间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厉害了，据说当年是国王的居住地之一。 而且这里的镇馆之宝还是咱们赵老师心之所想、心之神往的一件宝贝。走吧，马上带大家去看看。好。 توی بخش دیرین انسانشناسی ما یه تعداد ابزار سنگی داریم. این ابزار مربوط به حدود 40,000 سال پیشن. 啊，这就是手术刀了，4万年前手术刀哦，原来石头做的，长这样。 توی این ویترین تعدادی ابزار دندون پزشکی سنتی رو نشون دادیم. 这拔牙大钳子哈，这应该就是了哈。 برای بادکش کردن و بعد حجامت استفاده میشه. 我们古代也是用牛角拔罐吗？是的，就是先用小的手术刀在病的部位就划上一些伤口，然后再负压以后呢，这叫施罐，把血拔出来，把血拔出来。 اینجا مهمترین بخش موزه پزشکی ایرانه. این نقاشی رو برای جشن 1000مین سال تولد ابن سینا کشیدن. 到今天啊，我是万里迢迢来朝拜阿维森纳，在西方世界称他为医学的王子，我们称他为医圣。我手里拿的这个阿维森纳的中文译本，它的医典不仅把古代的、古希腊的、古罗马的，还有古波斯的医学都记录下来了，而且里边呢还有很多中医药的内容，比如说中医药的一些理念，人和自然的关系。
包括我们一些常用的中药，大黄啊、肉桂啊，都在这个书里边记载下来了。它是承前启后，可以说没有阿维森纳，古代的一些传统医学，世界的传统医学很多的宝贵的东西啊，就失传了。نشون میده که بیش از حدود 1000 سال کتاب‌های ابن سینا بیشترین رفرنس کتاب‌های پزشکی دنیا بودن. 这个上边啊列了3位人物，一个呢是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第2位呢是古罗马的盖伦，那第3位呢就是阿维森纳。可以说阿维森纳的著作呢，特别是在中世纪，在西方的医学院是学生必读的著作，可以看到的他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可以这样说，没有阿维森纳就没有现代的西方医学，他是现代西方医学的鼻祖。如果说论到古波斯的传统医学和中国的传统医学有哪些相似之处呢？就是强调人和自然的这个关系啊，人和自然要达到一个平衡，达到一个互补，这个哲学理念是相同的。一卷素问，云集西渡，千载一点，东运流芳。而当张骞凿空西域的脚步踏上了波斯这片神奇土地的时候，中医药的种子就已经随风飘散。其实千年的丝路，它不仅是商旅的通道，更是文明交融的纽带。而这个交融是智慧的叠加，更是疗效的增益。古诗有云：“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啊。今天的伊朗传统的波斯医药智慧依旧璀璨，而来自东方的针灸、推拿和草药，也如春风化雨般融入到了当地人的生活当中。而这已经不仅仅是传统医药的融合，更是2个伟大的文明在生命哲学层面的历史共鸣。四海中医，疗愈之道，疗愈的是守一世安康，更是与万物共荣。